佛教中的无常观如何禅修，不修无常之过患，以及修无常的利益。大家好，我是心远。今天这期视频内容可能无法逗你开怀大笑，也不是心灵的鸡汤，因为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：死亡无常。对于学佛人来说，首先要修的就是人身难得、死亡无常观的禅修。这期视频非常重要，将告诉你不修无常的过患，以及修无常的利益，以及修无常后自心将升起怎样的力量。建议大家先收藏下来这期视频，在你日后禅修时，因为你不能一下自己记住这些内容，可以一边听一边思维禅修。大家知道，一切有为法都是生灭无常的自性，又如同年不常住，以春、夏、秋、冬的四季变异而灭尽般，我们的寿命也如是变异而灭尽，如同月不常住，以30天的变异而灭尽般，我们的寿命也如是千变而灭尽，如同日不常住，以昼夜的变异而灭尽般，我们的寿命也如是千变而灭尽，如同一刹那也不常住，以前后刹那的变异而灭尽般，我们的寿命也如是千变而灭尽。因此，比上个月这个月更接近死亡，比昨天、今天更接近死亡，比白天、夜晚更接近死亡，比上一刹那、这一刹那更接近死亡。就拿小编我自己来说吧，40多岁以前虽然也知道寿命无常，但当我进入50岁的这段日开始，每天早上一睁眼，心里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又是一天了，感觉越老时间越过得飞快一般，所以每天都要警戒自己这一天要好好的利用。我们自从受生之后，就像待宰的羔羊被牵往屠宰场一样，刹那刹那地被牵引到死亡面前。集法句经中说，如猪定被杀，随其步不行，速至杀者前，猪人命一耳。对此，我们要思维这个短暂的身体也是短暂不久住世间的，这需要我们按照3方面做审细的观察思维。第一，思维决定死亡；第二，思维不定何时死亡；第三，思维死时除法之外其他无益。第一，思维决定死亡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就是每个都会死，虽然人人皆知，但没有几人天天去想这个问题。我们首先从《楞严经》里记载的波斯匿王推断自己必死的一段经文说起。佛对波斯匿王说，你的身体还健在，我问你，你这肉身是和金刚一样常住不朽，还是会变坏呢？波斯匿王回答，世尊，我这个身体终归会变坏毁灭。佛说，大王，你的身体未曾坏灭，怎么知道一定会灭亡呢？波斯匿王回答，世尊，我这无常变坏的身体现在虽没有灭，但我观察现前的情形是念念变迁，前念生后念灭，时时刻刻都在变迁泄露，没有停住，就像火烧成灰，渐渐的消陨灭亡，无有停息。因此我决定知道此身一定归于灭尽。佛说，是这样，大王，你已到衰老之年，相貌和童年时相比有什么不同？波斯匿王回答，世尊，我往昔童年时候皮肤润泽，长大成人后血气充满，如今年老，受衰老逼迫，容貌枯槁憔悴，精神昏昧，头发苍白，满脸皱纹，恐怕离死期不远了，怎么能和盛壮时相比呢？佛说，大王，你的形貌应当不是顿时衰朽的。波斯匿王说，世尊，变化是在暗中秘密的推移，我实在不能觉察。寒来暑往，岁月迁流，逐渐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在我20岁时，虽说是年少，但容貌已经比10岁时老，到30岁时又比20岁时衰败，如今62岁，看50岁时，比现在要显得强壮的多了。世尊，我见到变化秘密的推移，直到衰亡期间的迁流变异，我只是以10年为限。如果让我微细的思维，这种变化何止是1季2季地在变，实在是1年1年的在变；何止是1年1年的在变，实在是1月1月地在变；何止是1月1月地变化，实在是天天都有千变。沉思地观，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，所以知道我的身体终究要变坏灭亡。以上这段经文简要精深，观察决定死亡的关要都在其中，我们需要深入挖掘，举一反三来拓展贯通。下面首先借世间的比喻入手，打开观察思路。比如电视机最初制造出来时，画面、声音清晰，功能良好，但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只有几年的使用寿命，用了几年，
图像就不清晰，画面时常跳动，色彩也变得混乱。其实电视机并不是这时才坏的，它刹那都在变坏。一般人被外相蒙骗，不了解内部的构造和变异情况，就以为电视机如金刚般坚固不变。实际上，一按电钮，里面千万个元件就进入高速的运作。摸摸它的外壳，热得烫手；听听它里面不断震动、滋滋作响的声音。千万个元件每刹那都在发光、发热、震动，发生种种光、电、磁、热、化学变化，刹那在发生巨大损耗。几年的衰变累积下来，就走到寿命的尽头，再也放不出图像和声音。按照这样观察，就会相信电视机最终一定毁坏。这种认定基于2点认识：第一，这些物品是由工厂设计、生产、组装出来的，因此相信这只是因缘所生法，受因缘支配，只有几年的使用寿命。第二，具体看到了它的内部构造以及刹那剧烈磨损的事实，以这2点就知道这样日渐磨损变坏下去，很快就会彻底坏掉，不会幻想它永久存活。一般人生不起我决定会死的圣洁，是因为有2种愚痴障碍。第一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由前世的祸业制造的，和电视机、自行车一样，只有不到100年的使用寿命。第二，不知道这个身体就跟机器一样，身体的每部分都在使用中损耗变坏，最终必定彻底坏灭。现在要破掉这2种愚痴，才会肯定自己决定死亡。第一，要观察身体的由来，它是以或业力造成的，有漏有违法，因此毫无自主，一切听凭或业力支配。前世引业的势力有多大，就能安住多久，引业势力一穷尽，就当下断气身亡。第二，要观察身体各部分刹那衰减的真相，一旦看清楚它是之衰减而不增长的，就知道结局只有一死。首先从总体上这样讲，自从我生到世上之后，就像断了水的鱼，水越来越干，剩余的寿命就越来越少，最终在水彻底干掉时，就决定死亡。我又像已经进入罗网的鸟，不入罗网则已，一旦入了罗网，就决定会死。我不受生则已，一受了生，我的寿命刹那不会增加，只有不断的灭尽，所以我决定死亡。进一步需要细致具体的观察思维身体每刹那都在剧烈衰损中。举3个例子：第一，我们说一句话；第二，面部的关节、肌肉、舌头、软骨、气管、肺、横膈等组织器官都在紧张的张合运动，在消耗很大的能量。关节、肌肉、组织都有很大磨损，有无数的细胞衰老死去。人在身体虚弱时说几句话都吃力，从这一点就知道说话是很大的消耗，话说多了就气喘吁吁，声音嘶哑，浑身无力。第二个例子，走一段路时，全身好几百个关节和很多肌肉、骨骼都被带动，做紧张的伸缩运动，这是心脏跳动加剧，呼吸急促，消耗大量的能量。脊椎、骨盆、膝盖、踝骨等处的关节、肌肉发生很大衰损，有无数的细胞死去。第3个例子，做着胡思乱想时，也是很大的损耗，全身的血氧迅速涌向大脑，数以亿计的脑细胞紧张的协调工作，发生极复杂的生化反应，哪怕只动一念烦恼，也对身体造成巨大损害。比如人在动怒时，全身的气血立即上冲，两眼向外鼓出，全身肌肉绷紧，心跳急剧加速，呼吸急促粗猛，浑身打抖，这是在明显的损伤身体。像这样去细致的体会身体刹那剧烈衰损的情形，就能推断寿命必定逐渐灭尽而死亡。第二，进一步具体观察身体各部分的坏灭情形。有人问你为什么一直都在强调思维身体的衰变、坏灭呢？答：所谓死，不是指心死，心永远不断灭。我们所说的死，实际就是指身体的死，所以这重要观察身体。一般人认为身体是常驻不变的实体，不感觉它是浮云一样坏灭的自性，不体会它是在渐次衰退、坏灭。这个原因是出在没有如实的观察身体的真相，不清楚身体的每部分在如何逐渐的衰退。身体每个部分就像机器的每个部件，只有有限的使用寿命，就算最会保养，避免一切毁坏寿命的因缘，也会按它自身的衰减速度渐次衰减到死。比如
心脏造出来之后，就限定只能跳若干次，用到量时就彻底衰竭停跳，胃也只能消化若干吨的饮食，达到这个量就再也无力消化，随着就在饥饿中死去。首先要按这样观察，我身体的重要器官只要有一个坏死，身体就会无法运转而当即死亡。这些器官是由我前世的业力所感，使用寿命有限，而且它只会刹那地衰损，而不会丝毫增上，因此最终一定会有彻底衰竭的那一天。我没办法止住这些有违法奔向衰亡的脚步，所以我无法摆脱死亡。接着就要具体观察身体器官逐渐衰败死亡的情形。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这样观察我的牙齿最初洁白坚固，随着一天3餐的嚼磨，牙的组织结构日益松动损耗，几十年的使用已经被磨得残缺变形，有些被虫蛀空坏死，所以我的牙最终一定会全部坏掉。又这样观察我的眼睛，小时候明亮清澈，能清晰地看见远近的物体，随着岁月流失，我的眼睛已经变得污浊昏暗，视力越来越衰退，再往后一定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，甚至的白内障彻底失明。又这样观察我年轻时胃蠕动有力，胃壁结实，黏膜完好，分泌消化吸收功能都很强，随着一天天地使用损耗，胃变得越来越衰，胃每蠕动一次就衰一次，一年365天有上千次的工作，几十年下来，它已经衰败不堪，它的蠕动越来越没有力量了，胃壁黏膜日磨月损，分泌消化吸收的功能越来越差了，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萎缩溃疡穿孔等更严重的衰变，这样衰到底就是彻底坏死。我可能长生不死吗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修持。入胎经说人寿100岁之中，有一半时间是被睡眠覆盖，10年当中幼稚无知，没有修法意乐，最后20年衰老无力，没有修法的经历，中间又因愁叹苦忧和嗔恚等烦恼耗去许多时间，从身体所产生的种种疾病又耗去了一部分光阴。破四导论中说，此诸人寿极久仅100岁，此付出完后老徒消耗睡病等催令无可修饰，祝越人中众生寿于己。假定一个人40岁，寿命是60年，就还有20年存活，20年中每天睡觉7小时，一天3顿饭3小时，城市人平均每天上班6小时，算下来24小时减去16小时，只剩8小时，也就是20年只剩下6至7年，中间还有人事应酬、大小便、洗澡、洗衣服、购物、打电话等等。就算道心很好，不做任何世间琐事，也只能修5年。况且一般人难得有这样的道心，要谋生，要娱乐，要交际，要享受，这样一算时间就没有了。保证不看电影电视，不上网，不打电话，不旅游，不逛街，才有5年供你使用。如果不节省时间，这一生连修几个月法的福分都没有，能得什么成就呢？得了一期宝贵人参，只落得入宝舟而空返的结局，不是很可怜吗？才刚和佛法结上一点缘，就在没有任何消息中死去，不是很遗憾吗？不这样衡量，会觉得过好生活，尽情享受，也是人生的乐趣，不必要太约束自己。仔细算算时间，心里才清醒。现世法是非舍弃不可的，不然修法就绝不会成功。世间法和佛法，一边重另一边就轻，没有鱼和熊掌兼得的道理。大家既然有善根发心来学佛，就要一心投入正法。本来只剩下少得可怜的时间能用来修法，如果还用在经营世间法上，用在看电影、电视、读世间书、上网聊天、追求好衣好食上，那决定会错过一生。像电脑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、世间娱乐、世间记忆，被哪一样套牢，这一生就会白白浪费。这件事是非常重大的，每个人都要有清醒的认识，不舍弃今世，就无修行可言。第二，思维不定何时死亡。一盏油灯放在广场的中央，谁都会认定它是要熄灭的，而且随时可能熄灭，因为灯的周围有极多熄灭它的因缘。无论从哪一方吹来了风，无论谁踢倒了它或碰倒了它，都会随即熄灭。水面的浮泡也是如此，水泡太脆弱，任何轻微的触碰都会让它破灭，所以随时都可能破灭。人的命就像风中的油灯，水面的浮泡，不但必定会死亡，
而且随时以突然因缘就断命而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猝死的因缘太多，活命的助缘太少。猝死的因缘有424种病，8万种魔和种种突发的天灾人祸，比如有战争、饥荒、地震、洪水、火灾、飓风、台风、龙卷风、车祸、空难、触电、食物中毒、煤气中毒、医疗事故、传染病、政治迫害、冤家寻仇、纵欲过度等等。一般认为活命的助缘也无不成为死缘，有的因饮食中毒而死，有的因衣服蒙住鼻子憋气而死，有的因住房倒塌压死，房屋起火烧死，煤气中毒熏死，还有为了得到饮食、财富以及保护亲友丢掉了性命，诸如此类，种种活命的助缘都成了死缘。所以死缘极多，活缘极少。人的命极为脆弱，碰到为缘时一点不堪能，就像草头的露水、水面的浮泡、风中的油灯一样，随时都可能死亡。细致做观察修的方法是，首先定一个年、月、日的时间，思维在这段时间内自己有没有不死的把握，要很仔细的去思维，要由衷的结合在自己心上修。通过这样休息，就会了知自己死期不定，随时可能死亡。如果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段时间我不会死吧？那就要问自己，我有什么把握这段时间不死呢？这是没办法保证的，因为死缘都是由自己宿世的恶业所感，而自己无始以来造过多少种恶业，是对什么友情以什么方式造的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数量多到不可计数，种类多到五花八门，因此随时都可能业力发动，不定时、不定处、不定方式的置人死地。所以哪一天能保证不遇到死缘呢？我们一类一类的说。首先，外在四大众地水火风的现象，并不是离开业而有独立的自性，也不是无因偶然显现，唯一是随业力变现的。谁知道什么时候业力成熟，脚下的大地震动裂开？谁知道什么时候龙卷风席卷而来？谁知道什么时候狂风肆虐？谁知道什么时候暴雨倾盆？外四大众的灾变是由哪个人主宰的吗？是听哪个人指挥的吗？如果说有气象预报提前通知，但哪一次发生大地震、龙卷风，气象台提前预报了？明公史里记载，明朝天启6年5月初6，北京西南王工厂一带发生了一起破坏惨重的灾难。这天早上，天色皎洁，忽然空中响声如吼，从东北方逐渐传到京城的西南角，随之灰气涌起，乌雨动荡。忽然空中一声巨响，好像天崩塌下来一样，四周顿时一片漆黑，像乱丝，像五色，像灵芝形状的烟气冲天而起，很久才散去。东自顺城门大街，北至刑部大街，长约3、4里，周围13里，上万间房屋和2万多人都变成粉碎状，瓦砾、人头、手臂、大腿、鼻子、耳朵等纷纷从空中落下，一瞬间大街上的碎尸堆积如山，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和焦臭味。不但人员伤亡惨重，包括驴马鸡犬都同时毙命。在紫禁城里施工的2000多名工匠，从高高的脚手架上被巨大的响声震落，绝大多数工人被摔成肉饼，成片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飞落到远处。石驸马大街有一尊5000斤重的大石狮子，莫名其妙地飞出顺城门外，向来街的皇家巷院房全部倒塌，成群的大象受惊而出，四处狂奔。有个坐着8抬大轿的女人，正好赶上这场劫难，轿子被砸坏，放在大街中央，里面的女人和8名轿夫全都不见了。有个人正跟6个人讲话，突然他的头颅不翼而飞，身体扑倒在地，旁边的6个人却安然无恙。一般人认为我生存的气世界是很稳定牢固的，不会一下子就天崩地裂，即使有一些变化，也不会顿时有大的灾变。这完全是颠倒见，把气世界看成是心外实有的东西，殊不知气世界的地水火风完全是新变现的，就像梦里的镜像是那习气成熟变现的，习气一换，镜像就大变。比如梦里刚才还是鸟语花香、宫殿庄严，突然习气一变，就堕入漆黑恐怖的万丈深渊。认识了万法唯心，才知道镜像随时可变，什么时候恶业习气成熟，就顿时天崩地裂。气世界如果实有，可以说这样的顿变不可能，但它只是一种幻化的影像，有什么不能变呢？前一刹那还艳阳高照，
后一刹那就漆黑如夜；前一刹那还晴空万里，后一刹那就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；前一刹那还车水马龙，一派繁荣景象，后一刹那就一片废墟，血肉狼藉。所以外四大的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。除了外在四大众的灾变，你能保证自己身体的四大众不发生病变吗？也许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认为是感冒发烧，其实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，或者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晚期。也许一个尖锐的声音就让你心脏病突发毙命，也许半夜起床被风一吹就中风偏瘫，也许走着走着突然就头昏眼花倒地而死，也许在哪个饭店吃饭传染上肝炎病毒。有一份资料表明，美国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死于癌症，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死于心脏病。根据2006年的统计，台湾每 4.8 分钟就有1个人罹患癌症，每 13.8 分钟就有1人死于癌症。2007年的调查报道，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750万人，每天有2万多人死于癌症。按这么高的发病率，我们4个人中间就会有1个人得癌症，很快死去。有人说我现在身体这么健康，肯定不得癌症，但最初得癌症时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疼痛，看起来都是很健康的。直到某一天有明显的症状，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到了晚期，回天无力，就有一死。虽然我们外表看起来逍遥自在，说不定里面癌细胞已经在不断的分裂扩散，就像外表看起来结实的屋子，里面有虫子在时刻不停地把屋梁住的千疮百孔，行将倒塌。比如去年见到某人生意兴隆，他家在北京买了2套房子，满面红光，很有神采。不到1年再见他时，头发已经掉光，神情忧郁。一问才知道得了乳腺癌，刚做过切除手术，又在做放疗化疗。他还不到50岁，谁能保证自己健康就能在这一年、这一月甚至这一天不死呢？很多看似健康的人都是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突然暴死的。所谓暴死，就是没有任何死亡迹象，突然死亡。有个50几岁的人，平时爱喝酒，身体好，某天晚上喝了一点酒，第2天有人去看他，已经死在家中。又有某研究所的一位领导，刚从办公室主任提拔为副所长，年富力强，春风得意，在私家车还不实行时，就已经开着小车上下班，谁都觉得他前景一片光明。没过几天，这位新上任不久的所长就在无灾无病中突然暴死。所以谁能以现在健康就保证不突然死去呢？又这样想，现在车祸的发生率极高，我能保证自己出门不遇上车祸呢？这是无法保证的。几年前有位父亲去接放学的儿子，儿子刚出校门，见到父亲就高兴地跑过去，这时突然来了一辆卡车，把孩子撞飞，当场死亡。父亲被突如其来的惨祸惊呆了，哭着朝孩子跑过去，刚好一辆轿车从他后面开来，把他当场压死。孩子的母亲听到丈夫和儿子双双毙命街头，无法接受，在绝望中服毒自杀。家里的祖母1天中失去了儿子、儿媳、孙子，心脏病发，也在抢救无效中死去。再这样想，我们无量劫来结下的冤孽不计其数，谁能保证今天不碰到冤家来索命呢？业缘一到，谁能抗拒？释迦佛也遮止不了业力成熟。千万释迦族人不是都被琉璃王的军队屠杀了吗？又比如悟达国师前世杀了人，这个冤家一直在他身边寻找机会报复。有一天，皇帝赐给他沉香宝座，他起了一念慢心，冤家就趁虚而入，在他膝盖上长出一个人面形象的毒疮，要致他死地。又比如高僧安世高前世造了杀业，这一世走在街上，迎面走来一个扛木头的人，木头一下子就把他打死。我们前世杀过多少生，害过多少人，这些业都全部赶过了吗？全部忏悔清净了吗？如果他还在80田中存在，有什么理由保证自己今天不遇到冤家报仇呢？又这样想，我能保证在哪种瘟疫中不死呢？走着会死，站着会死，坐着会死，睡着会死，口里吃东西时会死，大笑时会死。有人走着突然倒在地上，就再没有站起来；有人在站台上站着，被挤到铁轨上压死；有人吃东西一口堵在喉咙里噎死；还有个清朝官员私吞赈灾银两，前一刻还睡着，突然坐起来，
口吐鲜血而死。往昔我们造了那么多业，怎么能保证下一刻决定不死呢？有人认为，虽然人要死，但算命先生测算我还能活30年，所以还有时间慢慢修，这也是不定的。以业力原因，寿命随时都会改变。像现代人杀盗淫妄无恶不作，以公谋私，私吞公款，堕胎杀生，亲损长住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哪一样不是大损阴德、大折福寿的事？谁能保证自己的寿数是固定不变的呢？总之，一切缘起都是变异的体性，所以一切都是不定的。今天彼此在一起交谈，明天的此时是否还在世，无法决定。到明天此时决定不死，没有这样的把握，因此一刹那也不懈怠散乱。以大经进修法极为重要。入行论说，明天死不死谁知道呢？今天就应当放下而修法。身体像一棵树，心像树枝上的小鸟，无名的小鸟何时从身体的树上飞走，是无法决定的。死主的枪，我们都是轮回集中营里的死囚犯，每天都在集中营的围墙里活动。集中营的看守们随时拖着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，一扣扳机就能击毙任何一个人。关押在这里的囚犯朝不保夕，死亡随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。实际上，有无数支枪在对着我们的胸口。阎罗王一声令下，枪决某某，随着枪响，某某就应声倒地。为什么说有无数支枪在对准我们的胸口呢？眼前开来的每辆车，迎面走来的每个人，脚踩到的每处地面，口接触的每个饮食，还有身体内如同毒蛇般互相冲突的四大种种传染病毒、地水火风的突变等等，这一切都可能是死主结束我们性命的枪。所以说，虚空中布满了无数黑洞洞的枪口，后面扣扳机者是我们自己的业力，无量世中所造的恶业习气密布在80田中，但是杀生的业就不计其数。这其中每一个业成熟，都需要以命偿命。所以说，死亡离我们很近，和我们是零距离。死刑犯的念死，就像犯了死罪的罪犯，不管他坐在火车上，住在旅馆里，逃到任何一个偏远地方，都胆战心惊，担心警方突然出现，把他就地击毙。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死罪，警方下了格杀勿论的通缉令，在全国范围内缉拿他。我们三界凡夫的情况就是如此，罪犯是想到自己造了死罪，时时会被枪毙，惶恐不安。我们也要念自己无量劫来造了很多死业，阎罗王了如指掌，死亡通知随时都可能发下来，以任意的一种死缘就会结束我们的性命。我们要这样时时念死。思维，我还能活着吗？详细要先定一个年、月、日的时间，思维在这段时间里自己有没有把握不死。时间上是从长到短的思维，以一天来说，上午就想我有把握下午还活着吗？具体的想，我能保证出门绝对不被车撞死吗？我能保证早餐、午餐不中毒而死吗？我能保证不跌倒摔死吗？我能保证冤家不来害我的命吗？我能保证今天不地震、不起龙卷风吗？这样一想，很难保证晚上还能平安地活在世上。1个月、1年等也按这样思维，像这样思维达到认定之后，就常常这样做。以今年活着的我，说不定明年已经处在死人的行列里；再缩短时间，上半年活着的我，说不定下半年就成了死人；又想这个月活着的我，说不定下个月就与世长辞了；又想上半月活着的我，说不定下半月就去见了阎罗王；又想上午活着的我，说不定下午就已经告别人世。这样越来越短的去思维，在无常想串习到坚固时，就会舍弃今世的法，也就是观念会这样转变，会这样想：明年在不在世上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必要为明年做打算呢？下个月在不在世上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必要为下个月做打算呢？明天在不在世上都不知道，有什么必要为明天做打算呢？所以有一天的光阴，就修一天的法，其他都不必要去管它。以前是对现实的法想得很多很远，通过念死，这种很长的现实心就会越来越缩短，最后追求现实的想法会完全没有了。第三，思维死时除法之外其他无益，就像已经服了7次毒的人，以药物等再怎么治疗也毫无作用，必须死亡。又像心脏没被刺伤时穿上铠甲等还有防护等的作用，一旦心脏被刺伤了，做这些就毫无利益。像这样
寿量没有穷尽时，用药物等有利益；寿量已经穷尽，不管用什么药物治疗，念什么经，做什么佛事，或者亲友等做什么帮助，都没有任何作用，而必须死亡。就像祭天菩萨所讲的那样，我在床上躺着，亲友们围绕在床前，断命的苦受只有独自感受。一旦被死魔抓住，亲人不起作用，药物也不起作用。法句经上说，死亡到来时，孩子不成为归一处，父亲不成为归一处，亲戚不是归一处，谁也不成归一处。详细要按这样修自己的心。当我得了必死的绝症时，其他有什么利益呢？那些良医的医药会有帮助吗？亲人的服侍会有帮助吗？做种种福德事会有帮助吗？佛菩萨来做加持会有帮助吗？像这样，饮食、衣服、财产、亲友有没有利益？勇敢的拼搏有没有利益？胆小而逃走有没有利益？能不能逃到一个不死之地？能不能以花言巧语买通阎罗王而不死呢？有没有人能把自己从死竹口里拔出来呢？有没有智者能想出救护的办法呢？另外，今生有大名声、大威力、大财富，在死时能有利益吗？世间人或者有修行的长老做种种方便有没有利益？像这样细致的去思维，务必要结合在自己心上修习。由这样修习，会知道死时除了法之外，其他都没有利益。死时的光景，又要按这样想象，堆垒的东西无常而倒塌，自己的存活也不是恒长的，终究会倒下死亡。像一切的积聚都无常而消散，自己的寿量也会穷尽而死。像存在的东西会无常而变为无有，现今存在的我最终也会从世上消失。像这样，寿量尽也好，没有尽也好，自己死的时候，睡的是今生最后的一次床，吃的是今生最后的一餐饭，说的是今生最后的3句话，身心要受大苦的逼恼，外乎的气很粗，内吸的气很短，心里还想常住，但一刹那安住的自在也没有。恶业力自现的鬼卒突然出现，无情地把自己拉走，这时除了正法有益之外，其他都毫无利益。这时就后悔自己是明明知道而没有修。另外，子子孙孙围绕床边，除了只是让自己单住贪恋的因素之外，没有任何利益。这些方面一定要细细的思维，一定要结合在自己心上修习。修无常的利益，就像见到太阳快落山，时间不多时，农民会抓紧时间快速做完自己的农活。修行人意念死亡无常，想到时日不多，以这个无常想，最初能让心去入正法，中间以这个正念能发起精进，像这样自心去入正法，而且发起大精进，由此会在最终获得光明法身。所以一切断和修发起的根本就是这个无常想，由念死无常，就会为了来世能成熟越易果而断恶业修善法。而且一旦认识到死时除了正法其他都没有利益，就会从单注今生的亲戚、饮食、财物等行为中彻底出离。而且如果按这么想到，我死时除了三宝之外没有别的求救的地方，没有别的救护主，就能从内心深处引发对三宝的信心和清净观，同时想到一切众生也和自己一样需要死亡，能由衷的升起慈悲心等等。所以念死无常有不可思议的利益。莲花生大师说，一切黑的过失根本是常执，一切白的功德根本是无常，所以需要恒时不离无常想，不修的过患，就像农民认为还有很多时间而拖延、懈怠，不迅速做完农活一样。如果不意念死亡无常，认为寿命还有很多，所导致的过患是最初心不入于正法。假使最初入了正法，中间不意念死亡无常，也不会以大经进来修法。这样最初不入正法，或者去入之后并没有以大经进来修持，当然没办法到达究竟而获得光明法身。所以以不意念死亡无常的缘故，修不了善法，即使能做一点善法，也只是为今生而已。先德这样说过，没有去念死无常，享受今生五欲的心就不会退，没有退五欲的心，做任何善法都对后世没有利益，也不会去入菩提正道。帕当巴尊者说，即使具足100个3种戒，贪住五欲的心没有退失的话，那跟俗人没有差别。贝诺扎那曾请问莲师，知道很多所知法对行善法有没有利益？莲师回答，心不入法的话，知道很多也没有利益。修善法对轮回不贪住了知，这是无常幻化的，
心对轮回的法彻底厌离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知道法的内涵了。不然，心不厌离轮回，而只是以词句傲慢，反而会变得更坏。总而言之，修习无常有种种利益，没有修无常，就有跟它相反的种种过患。要按这样去认识，心中升起的量，就像喀喇贡琼格西他住的山洞门口长了荆棘。有一次他从山洞里出来，衣服碰到荆棘，准备要把荆棘拔出来扔掉，马上以正念摄持，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山洞。在他回来时，衣服又碰到荆棘，他又以正念摄持，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来，拔这个干什么？因此他没有动弹。据说这些荆棘一直都保留着，从没有被拔过。我们意念无常要达到这样的量，真正来讲，我们要升起觉受和认知合一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得了人参宝，但对它是无常的自性，要有认定、断定，远离疑惑的通达。在这样得到通达的基础上，再变成自己心里真正的思想，也就是一起念就是想，我决定要死亡，死的日期是不定的，死时什么也没有利益，那现在我该做什么呢？要升起像发心脏病坐不住那样的恐惧。像这样，如果达到了觉受和认知合一，修的外相是感觉外境的显现一片暗淡，内相是心会一下子变短，就是追求现世的心，计划现世的心会越来越缩短。密相是斩断一切对世间现实法的贪恋，在舍弃一切琐事后修持正法，能发起大勇猛、大精进。这就是念死无常在心中升起的量，乃至心中没有达到这样的量之间，持续休息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这不是升起一次就够的，需要长期医治无常心，极为重要。能听到最后的，应该恭喜你，这期视频一定能在你的内心升起神秘的力量，但还需要有几个月禅修才行。